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Lu。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飞士路，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2018年总决赛 ，ESPN 官方在推特上发了一组数据，在库里负责单防勒布朗詹姆斯54个回合里，勒布朗仅仅拿到12分。不仅是整个系列赛，很多人会关注这次系列赛勒布朗表现最好的G1比赛。本场比赛勒布朗共单打库里18次，其中14次选择传球或投篮不中，3次命中2分球，1次站上罚球线。如果光看数据，这已经不是说库里防守不好了，库里都已经单防勒布朗詹姆斯了，相信库里的球迷一时间也很难相信这个结果。库里防守很好，但能到单防勒布朗的地步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其实关于这点，很多专业分析师已经给出了答案。勒布朗点名库里时，基本都会遭到勇士协防，得分会变得非常困难。协防意味着骑士的某个球员会出现很好的空位机会，这也是勒布朗点名战术的目的。但 ESPN 数据还是会显示勒布朗单打库里失败，所以说 ESPN 这个数据还是有很大争议的，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划分。比如勒布朗单打库里遭到勇士队协防夹击，传球给队友，骑士队这回合得分了，勒布朗失败了吗？从战术角度来讲没有失败，但他没有统计过这个，还是当作勒布朗打不过库里。勒布朗进攻单打还不至于完全打不了库里，库里的防守我有详细分析的影片，他的防守很出色。相比较这一点，有一点更让我在意。从 ESPN 数据来看，我们能确定勒布朗单打库里，无论是个人得分还是传球，看起来收益并不高。为什么克利夫兰骑士依然坚持实施点名库里战术呢？其实我们都被库里吸引太多目光了。勒布朗不能单打中锋卢尼吗？不能单打利文斯顿吗？单打这些球员他都有很大的优势，为什么泰雷卢依然选择库里呢？这部影片就让我们聊一聊这个问题，骑士为什么一直执着于点名库里。首先是库里的体力问题，让勒布朗单打库里会对库里体力有很大的消耗，但这一点不足以支撑骑士的理由。我们要知道，勒布朗一旦在外线获得单打库里的机会，勇士内线会铺满协防球员，这意味着勒布朗突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轻松。库里消耗体力，勒布朗也会消耗体力。16年还好说，勒布朗累了，他还有欧文这一持球攻坚手。18年总决赛，骑士除了勒布朗，还有哪一名球员能自主持球进攻，打穿勇士防线的球员？库里累了，科尔还有 KD 可以用；勒布朗累了，泰伦卢什么都没了。所以说点名库里仅仅是为了消耗库里体力，让他提前领到犯规困扰。泰伦卢是不可能让勒布朗点名库里的。那泰伦卢究竟为了什么呢？我们先完整看完这个回合，很轻松的突破，相信不需要我说，你们瞬间找到了勇士的失误在哪里。KD 刚刚挤过掩护，还没调整重心，而库里在延误后开始回追 JR， 这一刻他们二人都无法对勒布朗突破形成干扰，就这一瞬间被勒布朗抓到了，冲进去直接完成上篮。一个回合可能不够，我们再看这个回合，当勒布朗接球时，希尔上来掩护，这里我们可以暂停画面，你们看，这是非常标准的点名库里起手式， KD 也是这么想的，但结果却是勒布朗没等掩护形成，趁着 KD 重心没调整回来，立刻突破上篮。这回合也是同样原理，你们看，库里在这个位置，如果勒布朗真的想点名，他会走右侧， KD 为了挤过掩护，整个重心方向已经被破坏了，险些让勒布朗上篮终结，但最后还是由勒布朗补篮得分。相信看到这里你们会明白勒布朗点名库里的真正原因之一。作为阅读防守大师，勒布朗非常擅长寻找这一瞬间的防守漏洞，如果不是卢尼及时协防，这一次可能又是无人防守的灌篮，但结果也没什么变化。为什么 KD 跟不上勒布朗？他陷入了点名库里的误区，每一次都是提前绕过掩护，导致重心方向与勒布朗突破完全相反。我们可以说，因为点名库里这颗烟雾弹， KD 主动让开了勒布朗突破路线，这就是勒布朗的目的。他不一定需要找到库里，只要能用这招削弱勇士的防守，他的目标就达成了。这就是勒布朗点名战术的理解，反其道而行。但结果呢？这些只是G1的几个画面，而这些回合失分数据全部要算在 KD 头上，和库里没有一点点关系。所以小伙伴们，数据有时候真的会骗人，但你们的眼睛不会。这招点名用法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帮助团队开发进攻的手段。勇士防止库里被点名，会让他大延误回防，只要有回防，这个过程必定有破绽。那么勒布朗也可以不用自己突破，射手们反而有更好的机会。
勒布朗真正碾压库里得分的情况比较少。勒布朗想要突破成功，得先问问勇士协防体系是否同意。点名库里并不只是勒布朗个人受益，我刚刚有提到，他可以在某种程度帮助团队进攻。对骑士来说，他们全队必须保护好勒布朗的体力，所以泰伦卢也会考虑如何让队友分担得分任务。挡拆比持球单打更容易为队友创造机会。我们看这个回合，当勒布朗单打追梦时，篮下都没有球员协防。这个回合，勒布朗外线错位单打5号位卢尼，这个错位优势非常明显，尤其是特里斯坦还帮忙挡拆。你们看 KD 就蹲在这个位置看着勒布朗出手，但如果勒布朗的挡拆队友带来的防守球员是库里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内线协防球员瞬间睡醒了，高度集中的等着勒布朗突破。不得不说，当家球星待遇是不一样。同样是瘦弱的利文斯顿，内线协防球员还能走神了，你说这待遇差距大不大？同样是挡拆突破，这一次就没人管了。克莱在旁边也懒得去协防，双手一摊表示无奈。我们家大哥地位是不一样。你们看看这画面，当 KD 与库里把 JR 夹成饼干时，勇士底线3名球员目光都聚焦在勒布朗身上。当勒布朗启动时，追梦突然内切一步，卢尼果断放弃特里斯坦，补到篮下，低位的克莱一点点向篮下移动。这就意味着，如果帮助勒布朗挡拆队友带来的协防球员是库里的话，不只是挡拆队友会获得空位，其他队友也有空位机会。所以从传球角度来说，点名库里收益更大。但我们看到刚才的回合，不禁会想到，这不比点名库里得分更快吗？很多都是 KD 与库里下场休息的回合，勒布朗此时还需要在场上组织队友进攻，所以他也要保护体力。虽然说对位其他球员，勇士的协防压力不会这么大，他扛着100公斤球员突破和扛着80公斤球员对勒布朗来说消耗是完全不同的。不只是进攻端，我们也要考虑勇士经常会拿多个对位者车轮战去消耗勒布朗。所以说当库里 KD 下场，科尔看到勒布朗自己抡开膀子得分，不仅没有烦恼，反而非常开心。等第4节 KD 库里回来，你拿什么体力跟我耗？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骑士坚决让勒布朗点名库里，有以下的收益。第一，避免勒布朗与体型更大的球员身体对抗，减少体力消耗。第二，在寻找库里过程中，寻找勇士的协防漏洞，完成得分。第三，勒布朗想助攻队友，挡拆是最好的方式。但勇士是一支非常不容易给5号位错位机会的球队，在这种情况下，找库里是最好的选择。第四，消耗库里体力，逼库里犯规。将这项所有因素放在一起，才是勒布朗点名库里的真正原因。点名库里不只是针对他，骑士一直想通过点名库里达到一石二鸟的作用。当然，很多人可能并不关心这个答案，他们还是愿意去说我们不喜欢那些言论。我出这部影片不只是为了反驳那些言论。我在完成库里防守那部影片时，本以为点名库里消耗他的体力是最大收益。我希望这部影片能让你们和我一起长球，仅此而已。然后队友迅速拆走带离自己本身的防守球员，然后将对手防守最弱的一环或者可以进行错位单打的球员换到自己面前，然后对其进行单打。而这就是当年骑士夺冠最强大的武器——点名战术。卢指导当年在骑士任教时，就总被调侃只会把球交给勒布朗。然而，尽管常常被人嘲讽，可是卢指导就是用这一个战术帮助骑士连续3次进入总决赛，并且在2016年用这招帮助骑士逆转拿下了队史第1座总冠军。点名战术顾名思义就是在自己球队进攻的时候，持球人点出对方防守能力最弱的一环，然后对其进行单打。而在今年注重对位优势的季后赛，点名战术也成为影响比赛胜负最大因素之一。那么像东契奇、库里等人在面对对手的点名战术时都是如何破解的呢？这部影片鲈鱼就为大家分析。首先我们看点名战术是如何实施的。像这个回合，鲍威尔在罚球线附近持球，东契奇从底线兜过来接球，鲍威尔手递手。这时维金斯是选择绕过鲍威尔的掩护，但鲍威尔又做了第2次掩护，挡住了维金斯的路线。随后鲍威尔剩下，维金斯就只能跟着鲍威尔走，所以卢尼就不得不换防到东契奇。随后其他队友拉开，让东契奇单打卢尼。那为什么要用点名战术呢？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首先就是持球人的身体优势，大打小或者小打大。如果对手不帮助协防，直接自己持球单打；如果有协防，
那就可以帮助队友制造空位，通过传球串联队友。当初勒布朗为什么狠着劲找库里打？第一就是勒布朗有着巨大的身体优势，只要换到库里防自己的时候，其他队友各自在外线站开拉开空间，让勒布朗进行单打。如果没有吸引到协防，勒布朗就1对1单吃。凭借勒布朗的突破能力和终结能力，打当时的库里是很轻松的。如果这时队友帮助库里去协防，那么肯定就会漏掉其他人。这时勒布朗就能迅速地将球分到空位队友，由外线投篮惩罚对手的防守。包夹勒布朗的代价，15年的老鹰、16年的勇士足以说明。而东契奇的点名战术威力也完全不弱于勒布朗。独行侠与太阳的系列赛，独行侠策略就是疯狂抢点保罗这一点，不仅要在他身上取分，还要消耗他的体能，让他在进攻端无力接管比赛。从结果看，独行侠的策略效果极佳，保罗被点名战术打得多惨。数据显示，从2013至14赛季以来，保罗有9场比赛被点名至少10次，其中有5场来自于跟独行侠的系列赛。抢七大战，保罗被点名24次之多，这是他生涯被点名次数最多的一战。天王山之战，保罗被点名17次，第3场和第6场，保罗各自被点名16次，第4场，保罗被点名13次。但有时东契奇也会成为被点名的那个。一般点名战术是点身体较瘦弱或者脚步特别慢的球员，保罗、库里都是身高不高偏瘦弱，而东契奇虽然有身高体重，但是他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如果被速度快的后卫点名，东契奇很难追得上。但是呢，现在库里已经不是曾经的库里，点名战术对他有点不好使了。可东契奇还是不厌其烦地去找库里打，因为和其他4位首发球员相比，库里是相对身高最矮最瘦弱的球员，所以点名单打这些球员，可以在开场就大量消耗他们的体力，最不济也可以让他们赔上犯规。那么勇士又是如何拆解东契奇点名的呢？勇士其他首发球员科尔都是无条件放给东契奇，你要点名挡拆打中锋，我就无限换防给你。因为勇士首发除了库里都是可以和东契奇打身体对抗不吃亏的，这样东契奇单打他们很有可能是以后撤步3分或者翻身跳投为终结手段，这是勇士愿意给的，也是愿意看到的。因为这种点名打法，独行侠其他队友只能看着，参与度低，但是库里不行，因为库里对上东契奇太吃亏。不仅东契奇自己可以强打库里，等东契奇强突库里到篮下，队友又得帮忙协防，这时独行侠其他人就会出现机会。于是科尔想了一个办法，帮库里避免被东契奇点名。库里不会一开始就出现在东契奇的面前，甚至可能都不在附近，库里会去防底角的射手。如果库里防守的射手去给东契奇掩护，那么这时库里会上前打延误持球手，随后马上回到自己防守位置。像这个回合，布伦森直球面对追梦的防守，这里布伦森想要通过布洛克的掩护把库里换到自己面前，但是我们看库里的动作，在挡拆发生的瞬间，库里迈大脚步用手去掩阻布伦森，随后上臂高举回到布洛克身前，把追梦再一次摆到了布伦森面前。这样布伦森给布洛克的传球路线被库里封堵，而他自己也打不了追梦，所以布伦森点名库里的意图就以失败告终。这一球东契奇弧顶持球，布伦森过来掩护，库里又是上前大延误，随后马上离开。而东契奇在库里延误时往自己身后运了一步球，随后便把球奋力出去。点名战术最优解是在中路找机会，防守也可以利用身体将持球手逼到边线区域，就可以像这回合一样，普尔防守的克莱贝尔给东契奇掩护，但是东契奇这一球在边线，当普尔对他实施包夹时，东契奇就没有自己突破空间了，只能被迫出球。上一轮面对太阳，东契奇也成了保罗、布克的点名对象。在太阳赢球的前2场比赛当中，太阳在进攻端无情地攻击东契奇，但在这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基德在防守端做出了改变。首先就是让布洛克全场紧贴着保罗，如果保罗要挡拆打东契奇，那东契奇的做法就和库里一样，短暂的延误持球人，随后马上回到他自己的防守位置。就像这回合，布克想要借掩护打东契奇，这回东契奇上前大延误干扰布克的运球，随后等史密斯回来后，自己马上离开。再有一点就是靠全队的积极轮转，像这里，布克借掩护之后往左路突破，
而东契奇则站在了布克的行进路线上，跟随后来的布洛克形成包夹之势。面对包夹，布克就只能出球给约翰逊。这时弧顶的约翰逊是处在空位的，本来这个位置应该是由东契奇来补，但是东契奇并没有，而是在弱侧的丁威迪帮忙补位。随后鲍威尔补丁威迪的位置，贝尔坦斯补鲍威尔的位置，而东契奇则是补距离自己最近的底角位置。所以最后太阳只能靠大乔和比永博挡拆了。当初太阳成功拿下比赛胜势，关键之处不就是太阳用点名战术打东契奇体力和横移速度慢，而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是独行侠逆转的关键因素。独行侠进攻端打不开，也是因为他们时常点名库里失败，有时候成功点名库里，他身后也有协防。再者，如今库里防守应该是生涯最佳水平，而这个战术也不但成为影响比赛走势的重要一。我们下意识会考虑2个方面能力：进攻、防守。如果说这一名球员他的进攻实在太过出色，而防守却稍有不足，那他是一名超级巨星吗？我是谁？史蒂芬·库里。在我们眼中，史蒂芬·库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会极度赞赏他的进攻，但会对他的防守表示惋惜。很多人会下意识给库里贴上一个主观标签，他的防守真的不行，但事实并非如此。库里防守并没有很差，相反，他的防守能力在联盟后卫当中是属于上流水准的。只是说这名球员在攻防两端给我们带来的反差感太大了，导致很多人会忽视库里真正的防守能力。今天卢伊就兑现承诺，做出这样一部影片，让我们一起看看史蒂芬·库里他的防守到底有怎样的水准。卢伊会保证一定的客观，让大家真正了解库里的防守能力。先向大家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小伙伴们在观察一名球员的防守能力，会根据哪些方面进行分析？卢伊个人来说，我会根据3个方面判断这名球员的防守水平：防守积极度、防守意识和单人防守能力。库里防守积极性非常高，他的活球争抢数据连续3年均是球队第1。可以说，勇士防守最全能的是格林，最积极的一定是库里。那会不会是因为队内其他球员没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呢？答案是否定的。库里的防守积极性，尤其是活球争抢，在整个 NBA 联盟都是名列前茅。联盟的拼抢数据，在榜单上有名的多数是锋线球员。从防守积极上来讲，库里绝对是联盟后卫的第1等级。而防守积极性，在我个人看来是最重要的。一名球员空有一身能力，但却不作为，这些能力有什么用呢？接下来就是防守意识，这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地方。实际上，库里防守意识可以说非常出色。卢伊为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比如这一球，当约基奇在罚球线接到球后，勇士队他采用包夹战术，但因为安德森去包夹，外线的波特就处于空位了。这时库里的选择就非常聪明，他直接做出跑向波特的动作，马上急停，回到底线的防守位置。波特刚准备传给底线的队友，但却被库里动向欺骗了。这回合战术直接宣告失败。我们再回看一遍，当约基奇拿到球，安德森跑向他第一时间，库里选择提前跑向波特，再落位底线防守，这是一个提前动作，预判了金块的进攻策略。这回合就更有意思了。当克拉克森接球突破时，库里是选择放掉外线，慢慢向克拉克森移动，既没有去完全实施包夹，也没有在外线盯防，那他这个移动是没有任何收益吗？其实库里是在压制克拉克森的进攻空间。我们慢放一点看，在他接球第一时间，库里就在朝他的方向移动。如果克拉克森接球后向后拉扯一段距离，爵士中锋篮下就有单打空间。克拉克森并没有传给他，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此时他在篮下接球，很快会遭遇勇士包夹，而库里的位置就让克拉克森非常难受了，没有后撤空间。库里马上要包夹过来，他只能快速出球，爵士就开始在外线传导球，库里还是没有去管外线，继续待在禁区。因为爵士中锋在篮下有错位机会了，单打后卫莫尔德，库里的这个位置就可以很好的帮助莫尔德协防。这一球就很好的说明库里阅读进攻能力。在这一刻，贝兹莫尔本想继续跟防爵士31号球员，但库里向他做出了手势，让他留在罚球线，自己去帮他补防外线。紧接着，挡拆后的戈贝尔跑到内线，并做出接球动作。由于贝兹莫尔留在罚球线，戈贝尔没有接球空间，爵士只能把球传到外线，重新组织进攻。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库里的防守意识真的很强，唯一不足的就是他的身体对抗会经常吃亏。但今年的他身体对抗已经不是劣势了，甚至可以说是优势。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库里身体强壮了很多，大大加强了他的单防能力。像这一球，从头至尾
库里的防守非常出色，将克拉克森出手空间压制得干干净净。可能有人会说，克拉克森太过瘦小。我们再看看这一球，布克的身体强度是很高的。当他拿球冲起来时，库里在身体对抗上完全没有吃亏，将布克逼迫的只能将球交给队友。这回合进攻篮板还是由库里拿下，这一球就更出色了。布克险些出现2次运球失误，当他尝试用身体顶库里时，才发现完全顶不动。还有一个名场面，格里芬还在活塞时用身体单打库里，发现完全打不动，结果投出了3不沾。如今库里在内线防守比以前强太多了，但是他有一个地方略显不足，库里防外线效果不是很好。他个人防守习惯是优先防对面投3分的，这就导致有些球员会用3分假动作把库里晃起来。而且库里有个不好的习惯，他跟防无球能力很强，但是当对方球员站着不动时，库里很容易走神，从而防守失位。但这赛季有了一些改变，虽然说有时还会漏人，但明显比以前好很多了。综合来看，库里的防守其实很厉害了，虽然说没有达到联盟顶级水平，但绝对没有很差劲。尤其是本赛季，今年的库里是他职业生涯中防守最好的一年。但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球队会频频点名单打库里呢？各个球队对阵勇士都很喜欢用点名战术，我们就会下意识以为库里的防守不行，所以才会频繁遭到点名。我们回看曾经的勇士阵容 ，KD、伊戈达拉、格林、克莱和库里这5名球员，库里防守是最弱的一环，但不代表他防守能力很差，实在是其他4名球员防守太好了。那针对库里的点名，收益是什么呢？不单单是因为消耗库里的体力，他曾经的防守习惯也是频繁遭到点名的原因。库里在前几年非常喜欢赌博式抢断。什么叫赌博式抢断呢？就是爱瞎手。库里之前在防守时会习惯性尝试断掉对方的持球，这就导致库里在上半场经常要背起犯规的困扰。一个球队核心早早背上4犯5犯，他的防守会受到很多限制。相信在场的库里球迷们很少会提及2016年抢断王的荣誉，他的抢断王单纯是靠着赌博式下手拼出来的。所以说，当年勒布朗与欧文在骑士时，很频繁用点名战术打勇士，不仅消耗你的体力，也要让你背上犯规的困扰。可能很多人会说，库里防不住欧文与勒布朗，他的防守就很差。说实话，放眼整个联盟，有谁能自信地说出能单防住这2名进攻大师的？库里如今的单防能力确实有很大的提升，但再怎么提升，也没办法和勒布朗这样的锋线球员抗衡。库里是真的没有办法。NBA 的后卫球员注定在防守端是要被对方球队点名追着打的。所有点名库里单打的回合，很多人只会留意那些打进的球，却忽略更多没打进的。在我们心里，始终有一个库里是防守漏洞的标签。本赛季有一个这样的数据，在库里的防守下，对手命中率仅为 39.7%， 排名联盟第12。这里的球员就包括伦纳德、利拉德、洛瑞、勒布朗等这些进攻大师。他的防守，我现在认为是后卫的上流水平，是在联盟平均线之上。你们可以发现，鲈鱼没有拿16年抢断王去说他防守好，原因很简单，艾弗森也是抢断王，但他防守非常出色吗？并不是。庄神还是篮板王，他的防守依然是短板。反而像小加索尔，没有这些荣誉，却是联盟最佳防守球员之一。我们要看一名球员防守能力，数据远没有进攻那样有着十足的说服力，更多要从比赛角度去看。我们只是下意识会忽略防守端的库里，会更在意他防守失败的回合。鲈鱼取出的数据和分析的角度，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客观的。我一再强调，他是后卫中防守水平很好的球员，并没有说他是联盟顶级防守球员。不是鲈鱼求生欲太强，是我觉得这就是事实。库里的防守确实离顶级层次还有一段距离。我做这部影片更想告诉大家，他的防守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差劲，这就足够了。别忘了，他是一名进攻大师。如果勇士把库里体力浪费在防守端，这球队就真没有什么未来了。最后，我想说一些比较主观的看法。伊戈达拉在一次采访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是我个人比较赞同的。库里总以为能用别人防他的动作去防对手，事实是，有些动作用在库里身上不犯规，库里用在别人身上就是犯规。说实话，库里确实不太能得到哨子的照顾，但今年终于可以自信地说出，库里是有防守的，那是他靠自己拼来的尊重。我们也理应看到他的努力，他真的有一颗强者之心。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为了库里，更是为了支持鲈鱼的小伙伴们。相信很多人都清楚我为什么做一期这样的视频。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看谁的分析，鲈鱼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去带节奏，站在客观的角度为大家分析。希望各位多多支持。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鲈鱼我期待和你一起上球。